怎么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你本来只是讲台湾有事，日本可能会出兵，结果你现在又在间接附和台湾地位未定。虽然日本主张是说，他没有立场，因为他已经放弃。等一下，你现在是对北京在讲话，你不是跟他建交吗？你不是接受一个中国吗？结果呢，你现在把台湾的地位又再一次拿出来去希望符合美国 AIT 跟国务院的说法，我认为北京气死了。他说你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你就冒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北京一定还会再出招。现在的紧张关系呢，都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中国大陆这边的强力谴责，做了很多一系列的制裁，包括观光、包括贸易、包括外交等等上面，现在多重抵制潮。那就连日本重要的盟友美国总统川普呢，也都打电话来关切给这个东京说应该是要劝日方不要再挑衅中国了，在台湾议题上呢，现在应该要紧急喊刹车了，因为呢，就怕日本这个小弟会打乱川协会之后现在美中关系好不容易往正轨在发展，那如果有人出来捣乱，那怕会受到阻碍所以来劝和一下。那么这个最新的进展是，高市早苗呢也对了日前发生在香港鸿福院这个大火事件表达了他的哀悼跟慰问在情感面上呢是稍微有向大陆示好，缓和一下。不过现在高市在日本国内的民调还有他的声望呢，是持续受到这段时间抗中的红利持续的提升，甚至有不少以往对政治冷感的这些日本的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这个新的首相好像不太一样很敢说，也很有想法，所以呢，他们也变得开始关注政治议题了，甚至有人觉得高市早苗很酷那觉得这个女首相很有魅力。所以我想先请问张教授，你怎么看高市他现在操作外部的矛盾，来帮助自己在国内内部的这个治理有加分的效果？但这是一把双面刃不只得罪了中国，如果万一把美国的仇恨值也拉上来了，中美轮流修理日本，他顶得住吗？我认为这个日本是想把美国拉住，然后共同来对付这个中国大陆。那高市早苗他这一招呢，会被美国看破西洋镜。因为这怎么看呢？因为毕竟中国大陆、美国、日本这个三边是采取一个动态的互动。那动态互动最后面会走到动态的平衡。那动态平衡，这个美中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在日本来看的话，是有一些到最后面会有些吃亏。我们来看几个因素。第一个，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相互的需要，在经济上、在国际上、在外交上。对，因为中国大陆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个甚至在区域稳定上面，中国大陆也扮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换句话说，美国在这一方面会对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尤其我们讲到的最近讲到那个大豆要卖到中国大陆，一起年底到了，也需要中国大陆广大的农产品市场。那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对日本相对的约束，这个一定要这样的。因为美国不约束日本，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这些我们讲的外贸上的需要，中国大陆大门会打开吗？它会有限度打开而已，并不会全面打开。那对美国的这个军具的需求来看，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美国会因为这三个因素：国际因素、外交因素、区域稳定因素，还有我们讲的经济因素，会对日本有所约制。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历史的因素。我们在二战的时候，日本不是光打中国大陆他打珍珠港他也发动在太平洋战役。太平洋战役总共美国损失了20万人大兵，这个都是宝贵的生命了。那唯一侵入到美国领土，包含我们所讲到的阿拉斯加，那个阿拉斯加，那个白令海峡，日本入侵过，日本还打过珍珠港，甚至日本还派潜舰攻击美国西岸，这个都有的。那这样的话是唯一入侵美国的。那这样的话，美国会不会有？美国或时就会想起这个事情，这个是历史的遗绪。但是因为你要翻旧账，这些都会弹出来。那这样看，那美国在这方面所吃的亏，要不要算这些账呢？我们还没有去讲到冲绳战役，所以美国对全世界也就用过一次原子弹，就是日本。就是日本，这是什么？这就是历史的因素。对，川普他当然会想起来嘛，这是历史的因素。那第三个，我们来看这个地缘战略来考量。地缘战略考量，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一方面一直川普有讲有些盟国他比我的朋友还占的便宜还多嘞。日本一直在对美国贸易，我们叫粗糙。一直赚美国的顺差，就讲的就是这个嘛。你赚我的钱，还要靠美国去保护日本，为什么？美国在日本驻军54000人，他就想着我在保护你，你还赚我的钱，你都拿了好处，所以为什么要对日本
我们讲到了要$5000亿的由日本到美国投资，就这个嘛，因为你赚我太多钱了嘛。另外一个也希望日本提高国防预算，多多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你不要来我保护你啊，你要多买我的武器，然后去保护你自己啊，不要老是靠我啊，是这个意思。第三个，美国驻在日本的相关的这些基地的维管跟行管费，日本来出。而且每一年都要叠加上去，是你不能说，这些我是住在这边，你通通给我维护的好好的，我是来帮助你的，不是你来帮助我，是你来你这些你都要来负责。所以我们来看，日本在这方面，它会因为美国越来越走向现实主义，而会把这些的清单把它摊出来，看，我认为日本会受到川普总统这方面的约束，然后美国总统川普会跟中国大陆取得某一程度的默契，来换取经贸上的平衡跟利益。是，好，这个就看之后三方怎么来继续这样子博弈跟协调。但是现在高市的种种行为呢，在日本国会方面看起来还是占优的，因为根据日媒共同社的报道，日本众议院的小党改革会呢，他们现在有3名国会议员也许是认同高市内阁这阵子的政治操作，他们要倒戈了，要加入到自民党跟日本维新社这个执政联盟派系。那么如此一来，就会让现在最大的派系在众议院的势力从230席增加到233席，可以说是突破了总席次465席的过半门槛喽，让这个执政党首次呢，在石破茂政权时代后，又重新掌握了众院的过半席次。那未来呢，他们就可以不甩在野党了，可以直接单独投票通过。那这无疑是加强巩固了高市内阁的这个意志的延伸嘛。所以杠上中国就有政治奖励这已经是否反映了现在日本政坛当前的一个投机路线，甚至是说日本民间现在的主流风向也是这样子？杨老师对日本很熟悉，你怎么看？直接画个等号，我觉得倒还言之过早。因为这3位改革会的成员本来就是维新会里面，然后呢脱离开来，自己成为一个党团，那现在加入到由自民党跟维新会共同组的执政联盟，所以变成3个这个党团政党跟党团，那没有错，总数在众议院里面是超过过半，因为加起来233，总数是265嘛，那465。可是，在参议院呢？参议院现在这个改革会是没有成员的，因为他们只有3位在众议院里面。参议院总共是248席，自民党加上维新会，现在只有119席，还差6席。所以并不是2院都过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会对在众议院里面的法案预算会是一个大的帮助。对，那至少你不需要在2个院都再去做协商，然后去做折冲。可是这个会引起另外一番考虑，就是这是不是对于高市这一阵子操作台湾有事的议题，以及中日关系紧张情况之下，好像日本的右派民意的集结在支持他。表面上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日本右派的民意，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冲到了顶端，把高市的民调也冲到了超过70%以上哈。那我个人觉得，从这种民调看起来是如此，但是未来高市会不会如日本小报所预测的，比如说解散国会，那可能就会太碰风了啊。同时，另外一个观察的就是，你民调的支持度跟你对外政策是不是要画等号？你难道民调支持度就鼓励你去搞右翼、搞反中、搞抗中？高市事实上这一阵子不是啊，你看就会引来了大老板美国的这个就是敲打，川普根本就是在敲打高市嘛，就高市当然就接到讯息了，日本国内也接到讯息了，整个在相关的论述回到原点，可是呢并不愿意撤回发言。那其实我觉得川普根本是为德不足，川普应该一开始就说你撤回发言就好了嘛，结果呢？讲的比较委婉，高市就以为说我稍微退回原点，那他是退回原点，然后呢，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党首野田佳彦说，这个可以算是事实撤回了，北京不接受的，你没有撤回，那可是又另外犯个错误，又讲到了旧金山合约，不，你旧金山合约跟台北讲 OK 了，因为台北的民进党政府觉得听这个很高兴，可是你对北京讲，那等一下你跟北京建交的时候。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另外2个政治文件，就当不存在了嘛？就当它不存在了，因为你不是就讲说认知理解到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会遵照
波茨坦宣言的第3条。第3条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就是开罗宣言必须要实现。那这个意思就是很清楚了。你怎么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你本来只是讲台湾有事，日本可能会出兵，结果你现在又在间接附和，台湾地位未定。虽然日本主张是说，他没有立场，因为他已经放弃。等一下，你现在是对北京在讲话，你不是跟他建交吗？你不是接受一个中国吗？结果呢，你现在把台湾的地位又再一次拿出来去希望符合美国 AIT 跟国务院的说法，我认为北京气死了。他说你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你就冒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北京一定还会再出招，然后呢，这个僵局会持续。但这个出招会不会太大太重，我们不确定，因为北京大概也要给川普一点面子。没错，川普毕竟还是就是等于是他还是出面跟川普跟那个高市直接讲话。对，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这个中日僵局还有的持续，而中日僵局并不代表你国内的这个右倾的民调支持，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去做事，最后伤害的也还是日本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啊。是地缘政治最火热的热搜话题也就是台湾有事论。这个论调呢，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嘴里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之后是让这个中日的矛盾现在持续的在加温，跟持续的在上升。双方现在的外交战场呢，已经上升到了联合国要去告状的一个高度了。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代表傅聪呢，他已经致函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了，他要求高市早苗你要撤回这个台湾有事论，并且指控日本呢现在这动作频频，是不是对中国又发出武力威胁，没有学好过去这个军国主义的教训呢？那日本这边当然也是不示弱他们同样状告到联合国了。来看到这个大使山崎他同样是致函给古特雷斯，就做出了反驳，说日本呢没有要去发动武力威胁，只是在做一个被动的专守防御被动战略，可以说是双边各说各话，各有说法。那么北京手上现在的王牌呢，我们知道依旧是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然而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一个历史的东西，它放到现在还有没有用？虽然说是对日本动武无需安理会的这个授权，很有想象空间，但是想先请教大宣委员这张牌敌国论是虚是实？一旦出招，是真的中国就可以去打日本了吗？我是不敢想象。但是如果真的东北亚打起来，第3次世界大战，我真的是感觉不远了。是所谓北京之所以要讲到的敌国条款不是说北京要立刻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它主要要提到的就是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这是中国自己的家务事。如果你日本在这个时刻你要插一脚进来，那么我就可以有这个权利，在不告知联合国安理会的情况之下，我就直接对你发动攻击了。这就是他当时所引用要敌国条款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要表达的意涵那我觉得敌国条款它其实是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论这个北京政府所采取反制措施的组合拳里头一环而已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一拳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是打了一整套组合拳出来嘛。从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要求航班取消，观光客退订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的原本要开放的水产品，现在可能全面封杀，甚至会扩大范围。除了福岛的这附近的以外，其他的地区都有可能全面这个切断这个进口的可能。然后包含和牛，本来和牛的谈判现在也叫停。然后包含国际间的这个中日韩3国的对谈就外交上的一些这个会议也全部喊停。那你更不要讲说日本艺人在中国大陆的演唱会，所有的表演节目都喊停。然后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军演在黄海地区不断的在发动一波一波的军演。所以其实中国大陆手上的工具箱还很多它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具。但是坦白讲，我认为这样的组合拳就已经够了那么现在虽然日本死鸭子嘴硬说，哎呀没什么了不起啦，日本观光客不来，还有台湾观光客那你赌看嘛，你看看日本的观光业一年有多少观光来自台湾，有多少观光来自于中国大陆？你看看台湾能够补得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缺口吗？补得上嘛？就长远来讲，日本的观光业在这一波当中必然会遭受很大的冲击肯定。那么只是现在日本政府死鸭子嘴硬，认为说没有什么关系。那你还不要讲水产品还不要讲和牛嘞，一个是他们的养殖业这个渔业，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畜牧业，这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你更不要讲说
对中国大陆来说，他手上还有最后一张王牌，也是最重要的这张王牌。这张王牌是前2天就自己跳出来了，川普啊。川普自己就跳出来处理这件事情了，打电话了。你说川普到底是川普要先跟习近平讲话，还是习近平要跟川普讲话？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找川普出来处理？显然，习近平跟川普在上一次的会面的时候，他们针对台湾问题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跟共识了，而日本莫名其妙的瞎搞事，结果呢，把原本的这个默契跟共识呢，又重新搅得一团乱。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当然必要跟习近平解释啊，说我没有玩2手策略哦，高市早苗是自己自走炮，他自己搞出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嘛。所以呢，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完之后，就立刻打给高市早苗了。就对日本来讲，他现在当然咬着牙不承认，他说没谈台湾问题，就只谈这个其他的问题，最好是这样啊。大家知道，川普跟高市早苗才刚见面完没多久，那个高市早苗勾着川普的手走出来的画面，全世界都看到了。你说川普有这么爱高市早苗吗？手才刚刚勾完，现在又要再打电话跟他聊天，会发生这种事吗？他会打电话，必然是有事发生的。他跟习近平也才刚刚见完啊，对，就算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也没有好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打出来另外一张最重要的牌嘛，就是川普啊。那你现在来看日本要怎么处理了？日本再不退让，再不下台，那么接下来当然敌国条款就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了。敌国条款对谁会有压力？对琉球群岛会有压力，对与那国岛会有压力。这2个岛屿这些群岛的民众会觉得干我屁事啊！台湾有事是他家的事，怎么会变成我日本有事呢？而且日本有事就算了，又不是东京有事，是我琉球跟与那国岛有事。那你说对这2个地区的民众来说，他怎么可能忍得下去嘛？所以对日本来讲我们最近看到的一波民调，虽然看起来高市早苗得到的支持度很高，可是他们进一步的问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将近有80%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好，那如果台湾有事，你愿不愿意上战场为台湾一战？愿意承认的人还不到10%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嘛。你就真的让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你就看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想要有事啊？是。好，那么除了祭出敌国条款呢，中国现在的海事局呢也是动作频频，并且是拉回到一个历史的基础上。我们来看到，在甲午战争过去的时候，北洋舰队呢曾经的基地刘公岛东部海域现在进行了实弹射击。那这座刘公岛是有些典故，快速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它的面积只有3.15平方公里，是北洋舰队的诞生地。那1895年2月的时候呢，日本军在这个威海卫之战歼灭北洋舰队之后呢，还曾经登岛并接收了岛上的一切。之后这个岛又几经辗转，还有经过到这个英国人那边，然后反正到1952年呢，解放军海军才正式进驻上去。所以你现在如果上刘公岛的这个景点的官方网站去看呢，还会写着勿忘国耻的一个警示之地代表中国曾经把这个地呢被很多人占领过，这个国耻不能忘记。好，现在中方刻意选在这个时机点，在这边要来进行军事行动，是在对日本释出什么资讯？老师，我把你这个问题稍微改变一下，然后回答你，就是中国人民刻意选在刘公岛实弹射击，是真的要跟日本再打一战。我跟你讲哈，刚刚的话呢，大家知道，在联合国的话，什么叫做敌国条款里面的话呢，就是敌国条款，你可以不用经过安理会的同意就直接攻击。对，这个其实等于是透过国际的组织来宣战。等于说可以直接攻击。那日本的表现的话呢，小泉进次郎前天的时候还跑到琉球去就强调说是台湾有事的3个步骤，然后呢把他们这个导弹的话呢往前延伸。那个与那国岛最近的地方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很近，在宜兰旁边。对呀，然后这个大陆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岛的话呢，有130公里，所以足以证明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这个不是真正问题，真正问题我要讲2个。我今天做了一点田野的调查。首先第一个，我跟了一些同事，现在在日本做研究，还有跟一个我自己的学生今天上午在聊，就是说他自己的话呢，在日本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也是我们山东老乡，然后他基本上的话呢，也就是一个外表根本跟日本人完全一样的人，他跟日本聊天，我聊天后的结果才赫然发现，日本的年轻人呢，就是打嘴炮的多讲的不怕的很多为什么说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打从心里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而且的话呢，连带他跟我讲到说，连带在这个台大校园内有很多台湾人自己以为自己日文很好，
听到他原来是中国人，不是日本的时候，也连带的一起看不起。他跟我讲说，我自己也觉得，判断说，对大陆来讲，这次高市早苗的事情，对中国构成了一个情感上最大的伤害。这跟我们哲学讲法一样，就是说，当你把你的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意识直接说出来的时候，那其实是非常伤害的。中国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哦。中国人害怕听到这件事情啊，很害怕听到这个答案的。那中国人恨不恨日本人？非常恨呢。你在台湾现在，你是不是中国人，你就用恨不恨日本人来作为一个标杆就可以了。那大陆就问都不要问啊，你问我们这边大概都恨日本人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里面涉及到你的潜意识当中，我的潜意识当中就对日本人没啥好感。因为我爸爸，因为我们自己是山东人抗战家族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犯了一个最大的过错。其实他就是把潜意识的东西说出来，但是日本现在在辩解你看刚刚那是三旗的话也在辩解，讲说那个什么这个基本上的话呢，我们立场没有改变他只是把话说出来。但是这个里头大陆生气的地方就在于说，你把这事情直拉拉说出来，然后你把它讲成纯利危机事态，那你这个对大陆来讲的话呢，纯利危机事态一听，那9·18又来了，7·7事变又来了，所以我预言的就是会有3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的话呢，大概这个外交的层级会降低了，因为那个薛健讲的话，日本想把它斩首论，斩首论的话，日本想把它变成所谓的拉丁文叫 non grata， 就是说不受欢迎的人物，想叫他回来。那大陆很多人，尤其是解放军的放消息，如果回来的话，就是整个就外交就结束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撤侨因为现在撤侨是讲说玩到一半的不要玩就讲到就这么严重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歼35跟 F-35。在空中有可能会遭遇这个是大家可以预料到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哎呀，大概慢慢就事缓则圆会降低，没有降低的情况，要降低我就不答应你搞成这个样子，你开什么玩笑？是好，岳老师做出了许多的这个判断，我们在持续要帮这个国际来持续的观察。那除了军事行动之外呢，现在在中国跟日本第一线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呢，当然就是经济跟贸易战，还有旅游战。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现在中国人民抵制赴日本旅游的力道是持续的加强。我们看一个数据，截至24号呢，已经有多达12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的航班了。我们这边简单列出一些取消率最多的航线，包括天津滨海到关西机场，这是高达了65%那包括了南京飞关西、广州飞关西、浦东飞关西等等，都有明显的变动，并且你现在去东京的成田还是大阪关西这些主要的机场，出境大厅内，你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游客，不管是留学生还是去玩的，还是去移民的等等都好，现在都已经有排队要回国的趋势了。所以如果少了这一块海外消费的群体，那日本我们都知道，从 COVID-19 之后赶上了这个低汇率的状况，他们的旅游业是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热，出现了一波观光财跟这个红利但是现在得罪了这么大的一个海外消费群体，也就是中国游客。干哥，你觉得他们这个旅游红利要走完了吗？主力航线的上海到浦东武汉到浦东，天津到大阪然后那个武汉到大阪像这些主力航线呢，我就跟你讲，这是每天成田机场跟大阪机场都要去接的这些陆客，你知道那等于是说，这是变成一种什么？这种很常见的一种例行性的这个事物，对不对？对于他们那些机场来讲的话，都是每天都有大量的陆客来对不对？所以这对他们来讲，的经济是很大的依托。每年陆客为日本制造了90亿的观光财美金那每年到底日本跟大陆的双边经济到底是多少？3300亿美金。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不重要吗？不重视吗？没有什么重不重视的。54万张预订机票，一天就退订，不可以聊，一天就可以退订。你会觉得说真有效率？对，这就是中国的效率啊！你今天如果说放到任何民主国家，他都做不到。但是我今天就是表态，光是在旅游这方面，我看你承受得了，承受不了我们大陆的压力。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说到现在还没有到高峰，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大阪他去好像他是一个学生，中国的学生，他在这当地，他说，我23号回来的时候怎么看？怎么成田机场里面都是自己人，没有听到一句别的话，全都是不是京片子就是广东话。他说，这个好像春运一样，遇到春运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晓得说，其实大陆的杀手锏还没拿出来。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刚刚岳老师非常激动说刘公岛这个地方，对啊，我讲一句实在话，刘公岛才是让所有中国人揪心的地方，因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你知道北洋舰队的提督丁汝昌为了打败他自杀，赢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就说中国水师就说海军啊，虽然打得一塌糊涂，但是光是这个舰队司令，也就是提督，他自杀这件事情，让我们对中国人还有一些的尊敬。但是大家要晓得，那是付出了北洋舰队，那个时候是精锐进出，结果不幸的都打败了，而且败得非常惨，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叫全军覆没。10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习近平他现在一定要要求，他一定要高市早苗，你要收回这个话？为什么？不然的话，我就在这边军演，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再重演甲午战争的那种耻辱。是，我也相信中国在蓄积了这么多少年来的实力之后，不可能再让日本能够占到任何的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高市早苗你太低估中国的决心了。如果今天从外交事件演变成真正的实际冲突的话，日本你有没有决定要怎么样做？中国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做了，只是他没有告诉你而已。所以在川普跟你高市早苗通过电话之后，你会不是跟高市早苗，就之前啊，川普跟习近平通过电话之后，高市早苗发现说，哎呦，奇怪，川普怎么没有帮我讲话？怎么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去帮我跟中国缓颊？完全没有，川普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你就想要说，川普不要淌这个浑水。那如果川普不要淌这个浑水，是不是要你们日本自己去解决这个危机？那还是回到你首相的身上嘛，对不对？我就看这几天，如果高市早苗还是没有反应的话，中国的报复会更加剧烈。我们等着看。美中2位领导人呢，他们又通话了，这次是透过线上的通话，也是继2人在之前韩国的 APEC 峰会见面之后呢，这次是由中方习近平主席主动来跟美方联络的一场契机哦。那双方讨论了包括像是俄乌战争啦、芬太尼毒品的问题啦、黄豆啦，以及其他的农产品等议题。特别的是，新华社做出了一个报道，指出呢，在这次通话中，习主席特别强调了台湾回归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哦。那美方也是表达理解台湾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去展开。那通话后呢，川普就说明年4月他将会访问北京。那同时他也邀请习近平主席在明年的稍晚呢，也去到美国看可不可以做个访问。所以双方是展开了一个良性的互动。那老实讲呢，美中今年的关系因为受到整个贸易战框架的影响下，其实是非常的恶劣、非常糟糕的，一直到下半年开始才有所好转。那这一次由中方主动来联络美方，其实还蛮少见的。而且北京主动出击的背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有点耐人寻味。我们先请教介大使，你嗅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算计？对，因为这个就跟德国之音的报道，他说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美国领导人，就是用4个字叫极为罕见。极为罕见。上一次是好像9·11事变的时候，江泽民打过电话。这个中间你看多少年了啊？那可见这个应该就我们的这个嗅觉来讲，应该是知识体大。知识体大。当然就是说，大陆发表的这个事后的新闻稿谈了很多点，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双方这个有一个共识，上一次的见面达到的共识很具体，然后呢又谈到了怎么样还要继续交往下去的一些原则。那其中特别提到，就习近平主席对川普总统特别说，台湾的回归是2次大战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直接跟美国谈台湾的问题。那而且中国大陆还特别写在这个新闻稿里面，是这里面就很有注意的地方注意的地方。那事实上的话，像德国之音他下的标题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感觉是中国跟希望美国介入之间，中日目前的这个他用僵局。对。那
可能是有这个作为，还是说呢，如果你要有推测的话，是不是中国大陆要对日本做出下一动的举动是什么？先跟美国打招呼，或者说呢，中国大陆希望川普总统出面跟这个美国的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做一个沟通，还是带有一个立场的沟通？那或者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请美国的总统，再接下来可能请美国的川普总统来做目前中日僵局的一个调解人，就你要给他一个目标对，那是不是如此？看不出来，因为川普立刻也在他的这个Truth Social 里面发了一篇文章，讲了很多，他就说我的好朋友我们打电话怎么样？这个大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运展顺利那么双方可见双方的关系现在很好。那么我已经决定4月，习近平主席再次邀请我4月去北京访问。那么我也同样，我为了这个等于说怎么讲呢？回馈就是说那么我也这个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适当时期到美国来访问，进行国事访问。那他没有提这个日本的事情，可是呢，很奇怪的这个电话打完没多久，川普自动打电话找高市早苗。对，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虽然没有提台湾问题，只有大陆讲台湾问题，那川普为什么会这个电话挂了以后，几乎是他那边应该是很晚因为他说是25号早上，而这个电话已经打了。你知道美国跟尤其华府跟我们这个东京或者这个北京时间是黑白颠倒的，差12个小时那他可能就连夜就打了这个电话可见他做事这个企业出身是见机理，风风火火的。结果呢，那这个电话目前美方保持缄默，对，没声音。可是高市早苗说了，他说川普主动打给他，是对不对？然后他说，川普还告诉我们是很好亲密的朋友，你以后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那么那可是呢，对于里面谈了是不是谈了这个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谈台湾问题？高市早苗说细节不便透露，就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样，习近平打完电话给川普，川普立刻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可见重点就是在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是，所以我觉得很快，因为这个电话的话，川普会打的话，不会只寒暄这就是一定有什么样的立场，是或者有一种或者传话都不知道，那就看着现在这个要不然我们就看川普是不是有时间发一个这个 Truth Social 的贴文，看他怎么讲。另外一个就看高市早苗日本这边的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回应动作。是，没错。前段时间这个 APEC 峰会举行的时候，之前川普总统才陆续去访问了日本还有韩国等等。结果双方呢在上面还有互动，然后包含这个川习会在韩国的见面。结果才过了一段时间，双方现在又主动，应该说三方又主动打电话，中国主动打给美国，美国再主动打给日本。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了什么事情？就是前段时间高市首相的台湾有事论引发了这件很多的风波，才会产生三方的领袖这么密集的又联系。虽然三位大人物讲了什么，我们电话那头是无法得知因为不会通灵术。但是尚志哥，你觉得这次这样子三角关系连来连去，我主动打给你，再主动打给他，不管他们谈了什么，川普对高市的态度，应该说台湾有事这个发言，你觉得是褒还是贬？现在我们看，主要我们来细来算一下时间因为这2通电话都是太罕见了，非常非常罕见，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的时间序。首先呢，我们已经确定习近平是在11月24号的深夜，非常深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习近平一打完电话，在新华社马上就发布了这个部分的消息。最早美国还没有新华社发布，所以呢之后我们再看，在接下来的部分是川普打给这个高市早苗是什么呢？它是富士新闻网的一个独家消息。富士新闻网独家消息大概约莫6、7个小时之后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录影时间的今天清晨。那有这个消息之后呢，所以日本的媒体都蜂拥的去问高市早苗。那高市早苗大概是今天早上
在台北时间的10点、11点的时候是接受访问讲这个话，所以我们推断的部分是习近平打给川普的部分是在24号的深夜，已经接近晚上12点，所以作为美国当然是在白天上班的时间上午，所以川普应该说在6个小时，甚至如果估算了粗一点，10个小时之内就打了。这个部分其实你看，无论大家现在都避开，那但是我们看在北京的官媒有具体的提到。习近平就是谈台湾问题，然后呢，在其他的美国后来的官媒里头，媒体有报道说，川普有回应叫做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附和习近平在台湾回归中国在历史上的这样子的语调，但是呢，我们看到川普并没有挺台湾哦，他基本上是比较柔和的。回应的这个习近平，但是他的动作是风风火火，直接打给高市早苗。对，我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目前我们在看的仿佛都觉得现在是中日在对抗，而且在每天外交的堆叠，包括经贸的制裁，终于王牌出现了，最后的大老二打出来了，就是习近平谈。他虽然没有直接谈日本，没有直接点名高市早苗，但是把台湾问题点出来了，而且是在中美当中这个框架。我们要看是这样，通常来讲，中美之间有非常大的问题，全北京都会看一个叫北平风的一个中共大陆官媒的评价，所以马上其实就有这个评价，他写的叫做关键时刻一通电话，里头就具体指出。在习近平的这通电话是干嘛呢？他提到的不是对日本，而是主要是台湾问题。他提到整件事情中日，我们现在看是中日在搏斗，但不是。他强调的中国在强调就是台湾问题，不是高市早苗要惩罚你，高市早苗你是个坏蛋，不是，是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不可以试探的红线，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其实没有改变。习近平在2023年，当时到旧金山，对当时的拜登亲口就讲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中美的最敏感、最首要、最关键，而且后来再补充说是红线跟底线。这个态度是延续到整个2024年中美关系的调性。所以在川普上任之后呢，还没有机会重复有关于中美关系对台湾问题的定调。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习近平不只是把这个调性重新指出了，这是中美关系，而且还谈到了历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川普，我想他们也不是笨蛋，当然知道习近平的部分的潜台词用意，所以呢就立刻打了电话。当然这里头真的是要高市早苗收回吗？对，要道歉吗？我认为不认为。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最新、最后、最 latest 的北京方面的要求是，北京方面要求日本。要针对于日本所说的，日本政府都是一贯立场。好，北京说，那你的一贯立场是什么？你再说清楚，不要含含糊糊。我认为现在北京先前希望高市早苗道歉啊、收回啊等等，但现在最新的状况是，你要重新说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有可能会针对于所谓的一贯立场，包括一中政策跟中日关系，如果高市早苗这样回应了，定义了台湾问题，日本不会介入，不会碰，会跟美国一样站在这种对于一中立场当中的这个清晰度的时候，可能中日这个冲突会有一点点各自退一步转换的空间。了解。好，所以尚志哥认为，接下来高市首相的态度就很关键了，看他这2天会不会再有一些额外的补充跟跟进。我们再看到同样是一个专家的视角，是来自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印太计划主任。这位对台海局势也非常了解的专家葛莱伊，他也分析说，川习这次通话呢，是正值美国针对结束俄乌战争提出这个28点和平计划，很快就做出了一个通话。那川普很可能为了寻求战争结束也透过习主席打给来的电话呢，顺便来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来一起帮助这个劝和俄罗斯劝和普丁毕竟这个中俄关系如此之好，这一起来劝效果更好。那《纽约时报》也分析作为互惠，那习近平当然也可能提出，我可以帮你劝俄罗斯，当然你美方当然也要跟我做出保证，在台湾问题上你的态度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在关税贸易上你是不是能做一些让步呢？等等的。所以这28点和平计划一经公布之后，我们虽然看主要的4大势力，包含乌克兰、包含俄罗斯、包含美国、包含欧盟，都在针对这个28点在做一些删删减减、改变，改到19点等等，我们节目也会讨论。但是
中国看起来是个局外人，但特别是能够透过这份计划的表态，跟美国这边来换取一些利益的机会。干哥你怎么分析？葛莱伊讲的没有错，其实你看俄乌的问题，你认为说中国是完全使不上力吗？不，中国其实对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一定是的。所以在这28点的和平计划里面，你仔细看啊，其实老实讲一句，乌克兰是不高兴的，为什么？那根本就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嘛。对，领土的要求拿不回来。其实美国你的这28点计划，老实讲一句，是有一点软性的要求，乌克兰要接受，包括你进不了北约，讲清楚了。然后我们北约的军队不会住在乌克兰，那只会就派战机住在最近的波兰啊。然后所以说你现在的这个兵力啊，还必须限制在多少？限制在60万人左右。像这些对乌克兰都不是好消息。那乌克兰必须要接受啊。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在这种情况底下，这28点要求，其实你要让这个美国来说服乌克兰不够，还需要中国来帮忙，因为中国其实蓄势待发。我们早就说过了，乌克兰未来的重建，中国早就已经准备好要怎么帮忙，在各种方面帮忙，实质的协助、贷款协助，真正派专家去协助他的重建。所以大家要看远，看得深一点，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方面是有谈话权的。那今天为什么川普希望在达成这临门一脚而不要功亏一篑的和平计划，能够让俄乌双方都能够签署？所以说一句实在话，习近平他是会有很大的作用跟影响力。但为什么这个时候变成习近平他反而是跟川普的电话热线之中，他要求对于这件事情，刚上次讲的没有错。其实老实讲一句，台湾问题就是底线，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川普先生，请你支持我这一点，我没有要惩罚高市早苗，但是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作为中国国家主席10多年了，如果今天台湾问题我还守不住底线的话，那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国人、我的民族，所以我相信习近平他一定有讲的这些话，所以这件事情在外交上面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川普，我跟你讲，越来越会怎么样？对于两岸问题变得保守，越来越不敢承诺，因为他现在表面上只会讲他们之间的中美贸易的那些问题，他绝对不会谈到台湾问题，而且中国也讲了一句话。在他的任内，我们绝对不会做出对台湾不利的事情。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所谓的2007是不是不再存在？我觉得这些都很值得我们继续观察。那正当全世界都在聚焦这一次中国总理李强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们在 G20 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破冰的互动呢？那结果是这两个人连最基本的礼貌互动都没有。来，我们请导播来带一个画面来看到这一次很明显呢，对比之前高市他是开心迎接川普总统，两人又是挽手下楼梯啦，又是有说有笑。这一次他跟李强呢可以说是零互动、零接触、零眼神交流。那么日本媒体还形容高市早苗是这个经历了一场非常令人尴尬的一个灾难性的外交那他本人是重申，不管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那他希望日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希望跟中国建立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双边关系毕竟这几年非常流行去日本旅游嘛，那中国老百姓的这些观光才赚起来，不香吗？但是呢，现在双方关系闹僵了，可能中国游客都不去了。日本的经济也传出了3大的崩盘警讯包括了 GDP 6个季度以来是首次的萎缩，还有通膨已经是连续43个月突破了这个日本央行的警戒线，物价狂飙啦，薪水不涨啦，还有这个日本的汇率已经低迷许久了，都让日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那当然还有债务的问题等等，种种内部隐忧都没有解决。那么现在又来一个中日的外交矛盾那高市鲜明的立场我们都知道，但到底为何他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感觉不惜跟中国硬碰硬呢？我们先请教杨老师。其实日本现在整体上看起来经济层面大家的感受真的是越来越严峻。
10月1号很多开始很多的物价都在调高，可是生活上基本上这几年都感觉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因为观光以及服务业的这个提升呢，使得街头上观光的这些景点其实是很热闹了许多。对，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影响会是长期的，也就是基本上日中关系、中日关系都难以止跌。关键一方面，高市现在人气很旺，好几个民调从65%、69%到最近的读卖新闻出来72%。那当然，读卖新闻它有一点机构效应了，因为它是比较保守的报纸。可是你问到对于经济、对于各个层面的这个表现，高市的政策的满意度如何？目前我觉得都还是停留在蜜月期。可是对于就是中日关系的这个看法，大概是在读卖新闻是56%、25%啊，这个跟共同社做的48%、44%，就有差别。那当然就是赞成跟反对。特别他在国会讲的话，以及中日的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在民粹跟支持率上，他其实是有恃无恐。他觉得他现在已经跟过去日本曾经最辉煌的小泉内阁时代的这个民望一样高，因此他不需要去改变任何的这政策。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他代表的是这30年来，他1993年从政进入政坛。到现在为止，他站在的是比较保守右翼的立场，也一直都没有改变。其实，他所参加的谈话会以及相关的这些团体，对于修宪、安保3法、集体自卫权、美日安保，甚至安倍后来提出来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都做过一些讨论。而这有它的一个整体的关联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在日本要如何成为一个正常军事大国的这种战略论述上。所以我觉得高市讲出来的话不是他突然的，是他一直有这么坚信。也许那是在质询当中，他自然的就讲出他坚信的话。他讲出来当然就不可能收回去了。一方面这个民意高啊，民意高3个原因呢。第一个，他抓住了美国，他抓住了川普，是，日本人觉得这个是做的正确。第二个，右翼的媒体跟一些网络的右翼不断的在支持他，在捧他。所以大家其实反对他的声音并不是很明显的出来，虽然都有一些这个过去的首相啊，还有一些政治人物，还有一些学者有讲话。第3个当然也就是他发钱嘛，经济上这就没什么问题了，拿钱就开心，对不对？那不像我们这个普发1万，搞了半天，搞这个终于才出来。那出来之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那边这个表态，好像说他们的功劳。那他不是，他主动就发2万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大概是川普也现在看到他这个效果不错，可能接下来也要发个2000块美金哈。所以现在政府这种搞民粹，然后呢剧场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式的，几乎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他什么底气？就这是在民调右翼以及在他的就是整个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上，他这个底气还目前看起来还有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中日关系其实这个恶化很难止跌，大概在高市的任内大概不容易有太大的变化。是，好，说到日本的这个问题这几年日本的利率有多低迷，大家都很清楚，每天都是甜甜价，所以也吸引了包括大中华地区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这几年都疯狂的去日本旅游、购物、去消费。但现在，中国大陆不鼓励大家去玩喽，减少观光团，减少你的航班，邮轮要改道，香港还取消了一些学生的活动等等，让日本的观光产业呢，顿时是失去了一个最大宗且稳定的海外消费群体那也就是中国游客。而且这只是中方我先不买你东西，不去你家玩的轻微反制了。要知道他们对付美国的这个大绝招，我的稀土、我的原物料出口管制限制，这些都还没有对你日本拿出来用，那你就已经先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了。那俗话说，少赚钱比赔钱更痛苦感觉现在日本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们在 COVID-19 之后，积极的盖了非常多的新的饭店，非常多的这些观光的相关设施，就是为了迎来全世界旅客嘛。那现在中国游客不来了，那这些设施跟企业当然也会受到一些营运上的压力。那舰长认为这波抵制潮会不会造成一些倒闭的后果？一定会的因为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水产品的部分，可是那个只跟这个单一的一个业种，而且呢
那只有单一很小的一个范围，可是现在已经扩大到整个方方面面了。如果我们来看说，有关于水产品的话，在2022年跟2024年的时候，我们来看2022年其实还占了将近快要1/4，可是到了2024年，因为福岛排放核污水的部分，我们就看到几乎已经快要小到不予列计了，快已经消失了。那这是最大的差别的部分。那现在大概本来是说开放的，到11月已经开放了，可是现在又回到以前，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几乎快要不予列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但是其实中国、美国、日本跟中国大陆，他们两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啊。来，我们来看这张啊，也就是有关于日本出口的最大宗的第2国，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对，而且它占的比率是到了17.6%。那如果说有关于进口的部分，中国大陆是第1名，最大的，那也就是它占的是22.55%。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如说无论是游览车，无论是饭店或者是餐饮业这一些部分，其实都是比较容易进入的一个产业啊。那现在如果说中国大陆全面抵制的话，那其实它的这个产值看起来可能影响的层面并不高，可是影响的人数就会很多，非常广。对，那如果影响的人数多，也就是开始动摇了自民党的未来的那个长期执政的一个体制啊。那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啊，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不去日本的话，谁能够做个替代？哪一个国家能做替代？而且我们刚刚已经举了那个业种这么多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一日之所需，百工思为备。我们只讲到了有关于游览车的部分，游览车的后面呢，它的油料的部分，还有它的保养的部分，所以各方方面面全部都会受到影响。另外还有药妆的部分，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现在只是开始，其实中国大陆只是敲打一下而已，真正的狠招还没出手。真的，我每次去表参道或是银座，真的是手上提的精品袋的呢，基本上都是说中文的游客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说出去的话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很难收回来。所以高市这一次台湾有事论呢，就让日本的资深评论员这个田崎史郎他就说，如果高市撤回他的发言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高市政权已经终结了。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学者田代秀敏则警告，如果高市要这样子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回头，那将一起陪葬的可能是日本的全盘经济啊。那前首相石破茂也开炮，认为台湾有事论，这是日本很多政治人物都曾经讨论过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公开放到公开台面上场合来讲。好，所以面对眼下这个日本面临着政治跟经济的两难抉择，高市他现在是要坚持自己的论述、自己的立场跟政权，不惜让日本的经济一起陪葬下去，还是说悬崖勒马来认个错，向中国求和？哎，大家还是回来玩吧，多吃多买，钱照赚，酒照喝，大家还是好朋友。蔡委员，你认为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佳的解？我判断是既不会化解，也不会有经济赔偿，更没有低头求和。这是一个中日双方最关键的战略利益的较劲，也是高市早苗讲的不是一个话，他只是把一个日本的核心的政治状态，像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而已。所以刚才杨教授我特别提到，他有70%的民意支持。我为什么要退？你要知道，在这种西方式的选举政治底下，我有民意，我就有选票。那其他的，如果政治压力、经济压力，甚至军事压力，没有办法使我的民意退潮，那我宁可选民力救民力。你说他民粹也好，你说他一时也好，等到退了再说。但我个人的观察，这一波日本的右倾的风气并不是从高市早苗开始，而已经吹了很久了。就以2021年来讲，日本自卫队已经规划在台海周边从事军事活动。解放军知不知道？知道。从2023年啊，当时的台湾的军队、美国的军队跟日本的军队已经做联合指挥作战的兵推，这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在准备。那中国大陆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也就是说，只是把一个
本来大家都不想掀开的锅盖，高市早苗可能是不小心的，是可能是刻意的，可能想要做一个压力测试，这样丢出来，端上台桌了，端上台桌。所以中日之间的核心利益已经进入一个浅水区，还没到深水区，相互给的压力测试。这个压力测试会不会使得日本的经济崩盘？我认为不会，因为日本的经济并不是建筑在观光业上面，所以观光业也许产生很多失业啦，产生很多退潮啦，表参道啊，或者等等啊，会很多购物人潮会衰退。但是这不是日本经济的主轴，日本经济害怕的是它的汽车卖不到美国去，这个还比较实际一点。所以整体来讲，他在接受日本经济的测试，一样的道理，中国大陆也在经历一个跟日本脱钩锻炼的经济测试所以双方面的压力测试已经开始了。再来政治上了，中国大陆一连串的行动，不管是在国际法上，在国内行动上面，在这个所谓方方面面的军事准备方面，中国大陆也在给日本压力测试，相对的也给自己压力测试。但是不管如何，高市早苗作为一个选举的政治人物，一定是以保住自己的政权为优先。是日本经济以后再说，日本政治以后再说，外交更不是问题，这个不会是政治有考虑的重点。所以他现在因为他的民调已经高涨到了一个非常高，以及不太可能再高的阶段，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为什么现象呢？他当然不可以逢高杀出嘛，所以他现在就装乖、装无辜、装没事，然后看你中国大陆怎么办。而中国大陆自己也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就是他把日本右派的起来没特别的注意。是为什么没特别注意呢？我来举3个例子就好。2024年9月25号，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叫沙扎纳米通过台湾海峡第一次，解放军没吭声。2025年2月4号，日本驱逐舰 Akizuki 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大陆装作没看到。今年2025年6月12号，日本驱逐舰 Takanami 也通过台湾海峡。那日本的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跟其他国家政治有没有不同？你现在就看出不同了。所以中国急着要去引用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所谓敌国条款。对，为什么？亡羊补牢。所以前段时间轻忽了日本右派势力的崛起，是纵容日本的军舰可以打着这个自由航行的口号通过台湾海峡。这本身没有把它解读成右派势力对中国的挑衅，以及对台海战争的准备，而把它解释成跟美军、跟其他舰队一样，那就一个很大的失误。所以中国大陆也要面对自己的压力测试。未来如果有日本军舰再通过台湾海峡，你是不是还是一如既往？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如履薄冰，而且中国商务部有最新的警告，说日本呢不要一面想赚钱，但是一面伤害人，所以不排除说会进一步的经济胁迫。我们就来看到，毕竟呢，日本首相其实高市早苗，哇，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个月，先是抛出了台湾有事论，那还有包含现在说2战以来的非核3原则，他锁定了第3条，不引进核武，那等于是说为美国在日本可以部署核武直接开绿灯。其实现在呢，这一连串的操作，您从图卡上的右半部，你也可以看到，包含了日本的前4位首相，现在是齐声批评哦。鸠山由纪夫跟野田佳彦他们是在野党，那岸田文雄、石破茂自家人自民党现在都不挺了。我们就来看到呢，杨老师您怎么分析说高市早苗其实他现在态度踩得非常的硬，甚至引来现在中国也下了这个最后通牒，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个月，然后4位首相悬崖勒马，但是高市会收手吗？其实高市在去年2024年9月，大家还记得吗？他当初就跟石破茂竞选自民党总裁，他输了，石破茂做首相，但是石破茂2次的选举都败了，因此呢，他下来，高市上来。那高市上来作为日本第1位的女性首相，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他一直以来对于就是战争的议题，对于安全保障的议题是相当的保守，甚至右倾。那去年9月的时候，他就在竞选过程当中曾经提到，台湾如果遭受到封锁，日本将面临到存亡事态危机。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这个说法。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在11月7号国会
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冈田克也，他也做过外务大臣，他就拿了这一段文字，你讲过的，你现在做首相了，你是不是还这个立场？所以高市就跟他的一个对答当中，就把更具体的说，如果战舰发动战争，则日本出现存亡危机的事态，因此呢，就会启动安保3法当中的集体自卫权。这个其实让美国都很惊讶，防卫省的官员都很惊讶，因为过去讨论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日本的出兵，如果不是本土防卫的话，一定是在美日安保之下，对美军的行动采取基地或者是后勤的资源，就这样子而已。结果他现在是跳过美日安保，单干了。那这个东西当然就引起很大的这个质疑。那我们后来才了解，原来他这有个布局的，他的布局其实就11月20号，自民党里面他要求安全保障调查会开会，要修改安保3法。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定的非核3原则，而且要去提高军费，提早提高军费倍增，同时呢，可以去开放攻击性武器的出口。所以这几个要件，4个要件都在20号的时候讨论。那因此呢，就引起几个首相，那岸田文雄，甚至他自己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说，非核3原则不可以动。那这个我觉得很难，因为非核3原则在日本是很根深蒂固的。可是21号的时候，我这边看到最新的这个发展，现在时间是11月21号的下午。那他在中午的早上的时候接受访问，因为22号他请人去南非参加G20的会议，那可能碰到李强哦。但是中国大陆说你不要来，请你自重。但他被问到说，你跟中日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互惠关系，他说这些都没有改变。还记不记得他在釜山会议的时候和习近平见面有谈到这一个？习近平不是很情愿的跟他握手了哈。那但是呢，果然他回来，你看就讲这些话。可是他说日中，从日本讲到日中日中战略和互惠关系不变。那这就表示他的政府的立场。记者又在追问，对于11月7号你讲的台湾有事可能构成了存亡危机事态，那他的回答是，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至于哪些情况属于适用范围，将依据实际发生的个别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所有的资讯进行判断。他11月7号讲这个话就没事了嘛？他现在回到了所谓一贯，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日本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就是事态概念，那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会真的发生，我们再做判断。是好，可是呢，他当时就不是这样子了。是，但是他没有撤回11月7号的发言，所以呢，基本上北京方面接不接受，我们就很难判断了。所以杨老师非常精辟的分析。那厉将军您的看法呢？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改这个非核3原则，在日本，这是日本2战以来的国策，真的有可能过关吗？因为包含了现在连自己人都跳出来说，这个就是不能动的。我想今天早上这个有一个全人类对这个要改，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这个 F-35战机，美国居然研发出 F-35战机可以携带的核子弹，叫做 B-61-12，这款的核弹。那以前我们都认为核弹，这个都要挂在所谓战略导弹上面、洲际导弹上面，或者是轰炸机上面，或者是核潜艇、战略核潜艇才能够发射。但是美国现在居然可以用5代机携带核弹，这是对全体人类来讲是何等悲哀的一个讯息。那大家试想想看，如果日本它本身就有 F-35战机，那美军在这个日本的本土也驻有 F-35战机，那如果说在日本的本土上面有这款导弹的话，它 F-35战机它的攻击范围可以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北韩，包括到中国大陆。你认为这3个国家可以容忍吗？如果说是它都随时有这个核弹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日本的几位首相，你必须要讲政治家跟政客的不同。政治家他是眼光看得比较远，他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包括俄罗斯，包括到中国那其他的印度我不讲了印度、巴基斯坦这些永和国家，他们的核政策我不了解，但是包括俄罗斯，包括到中国都曾经讲过一句话，他们核武的使用原则来讲的话，他不会去攻击无核的国家。
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核子武器，我不会用核武去攻击你哈。那当然，如果你日本如果说拥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让你周边这些永和国家，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朝鲜，包括到中国，就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用核子弹来对你攻击？我们之前有一个笑话哈，当然全世界列数所有哪一个国家有多少核弹哈，这个美国有多少枚，对不对哈？俄罗斯有多少枚？这2个国家是最多了5、6千枚哈。那中国是600枚，那日本有几枚呢？日本是-2枚哈。为什么-2枚？因为它已经吞了2颗了啊，它之前也吞，所以大家把它开玩笑说它-2枚。难道你日本来讲的话，经过长崎、广岛那次来讲，你是无核国家，但是美国照样去干你，那坏的是美国那个国家，不是其他的国家，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所以我希望日本来讲的话，应该认清楚这个事实是这样。你有了核子武器，对你来讲是祸不是福，因为让你周边的这些永和国家就有名正言顺的用核武器来打击你。因为我会担心你啊，你现在如果里面你自己有一架 F-35战机，随时带个核弹就丢到我的这个国土上面来讲，那如果说打仗，我一定是互相保证毁灭，我一定要先将你核武摧毁掉啊。那所以说，我觉得高市早苗哈，但是高市早苗如果现在他这个一厢情愿，他一直向右靠，继续向右靠，继续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以他来讲，既然已经提出来，而且今天很不幸的，他自民党里面的会议里面已经通过了要拥有引进可以引进核子武器，或者是有核的这种载具，包括核潜舰哈，包括到这个可以带核弹的战机哈。那如果说你的自民党你已经会议的通过，只等待明年来讲由国会来通过，那你自民党如果现在其他是在野党如果说不阻止这个法案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引进核武。当然就日本来讲，他希望将自己置于一个核保护伞，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其实这种心态跟这个韩国是一样的哈。可是我觉得，虽然说他这个北韩拥有核武器，所以韩国也希望说他可以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但是毕竟来讲，南韩跟北韩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如果说南韩跟北韩现在来讲，他们这个虽然说彼此是敌对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共识，你知道，就是打日本是他们这个南北韩的共识，这是这个民族之间这个恩怨情仇很长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日本来讲，现在高市早苗哈，他既然已经提出来，而且自民党也已经通过这个法案来讲的话，极可能在未来的日本国会里面会通过。可是对日本来讲，到底是福是祸，是不是真的能够放在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将自己置于核攻击的威胁之下？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跟日本的群众应该仔细三思，尤其日本的在野党应该要有更远大的眼光，而不能随着高市早苗在那边这个继续向右倾，继续向右靠哈，将整个国家带到危亡的这种境界。好，确实，现在外界也在分析说，为什么高市这么要急着引进核武呢？认为它其实是源自中国的核威胁升高。我们就来看到图卡当中的右下角，这是美国智库战略暨运算评估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说，日本最忧虑就是中国的核战力增强，尤其是中程弹道飞弹。这个射程虽然不到美国本土呢，但是覆盖了日本跟关岛。包含了东风26、东风27，还有新研发的惊雷1空基远程核导弹，其实都是针对亚洲地区主要目标的高精度攻击武器。请到张将军的专业来看，中国这一些高精度的导弹群，它对日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我认为这些不管东风26或东风27，它都是中长程的弹道飞弹。日本它只有战术武器，它没有战略打击能力。日本有没有核弹？没有。它有没有长程的或者洲际的弹道飞弹？没有。它有没有核子动力的弹道飞弹潜舰？没有。它都是战术型的。所以日本在这边，它想要去研发战略型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风26、东风27之后，它的射程涵盖第2岛链。那讲惊雷，这一次93月明有出来的惊雷1号，惊雷1号是挂在轰6上面，轰6上面它可以打3500公里，因为轰6就可以飞5000公里。再打3500公里，可以打到8500公里，加起来。当然，它打第1跟第2岛链，它不用出海，在内陆就可以发射。那惊雷它飞得够高，要够高，因为它的从位能换成它的动能速度，就往前面这样子飞。这是惊雷1号。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日本想要发展核武，它考量到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你要多少数量？你日本要做多少核武数量？中国大陆现在已经600枚，你要做多少？你是不是要比数量？
因为比核武就要比梭哈，大家看谁多嘛。第二个，比领土面积，日本的领土面积总共37万8千平方公里，中国大陆的领土面积总共是960万平方公里，所以中国大陆的领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它就25个日本就对了，25个日本加起来，因为打核武大家是相互毁灭嘛，但是我大啊，你要丢得多啊，你小我通通集中，所以这个领土面积日本也吃亏，刚才讲的数量就已经吃亏了。第三个，我认为日本还有个短板，日本人口集中，北周4国、九州、北海道都集中在那边，那几个小岛不要计算，你都集中在那边，而且它高度城市化，打那个几个重要城市就人就毁灭了嘛。人土过度集中也是日本的短板，所以日本的短板多。另外一个，日本如果发展后会牵动地缘战略，南韩要不要发展？你有了，北韩也有了，俄罗斯也有了，中国大陆也有了，那么就南韩没有，南韩要不要？他一定要发啊！他说你们大家都有，就我一个人没有，你们全部都有。南韩这地缘战略就不变，而且俄罗斯会把它战略核武部队往东移，调到勘察加半岛，调到库页岛。为什么？你日本开始搞核武了，我能够不准备吗？会有这样子地缘战略，不是光只是牵动南韩发展核武，包括俄罗斯都要牵动，他可能都要做一个机动的来调整。为什么？你发展核武，我不能不准备，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来看呢，从这方面各种来做评估，日本想要发展核武有能力，但是它的风险要做评估。日本现在有47公吨的钚是我们知道原子弹是核裂变，你氢弹是核聚变，那它现在做核裂变呢？做一个原子弹要多少斤钚？30公斤一颗，47公吨可以做1500个，可以做100。它的小部分是放在日本，那绝大部分是放在法国跟英国，他们是盟国嘛，他们自己是朋友嘛，放在那边拿进来，要做就拿进来嘛。它总共现在日本他们通通加起来47公吨了，有没有动？没有啊，它现在还是3不原则。所以我讲，发展核武是有地缘战略的风险，日本要考量利弊得失。你不要因为因小而失大，为了做核武而造成日本的这种更造成地缘战略的晃动，那会造成它的风险很高哦。